现在泽伦斯基自身难保啊！我今天就想说，为什么28条提出来前，突然泽伦斯基的贪腐案被提出来？贪腐又不是今天才贪腐了，战前就贪腐，战中也贪腐，现在人赃俱获，然后人也跑了，哇，涉嫌1亿美金哎！那你泽伦斯基还有什么好说的？这些条件对乌克兰讲是很苛刻啦，对泽伦斯基是给他一个下台的机会，对他很宽厚，没有追究他的责任。最好笑的是，协议在谈的时候，首当其冲的欧洲几乎没有角色，欧洲都是人咖哎。俄乌战场上面现在出现了新的拐点吗？因为《华盛顿邮报》最新的报道说，美国的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在11月20号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提出了白宫特使维科夫还有俄罗斯的特使德米崔耶夫共同拟定的这28点和平协议。如果看国际新闻的都知道，这28点协议呢，几乎就是照着俄罗斯的版本，好像在拟一样。美国总统川普在21号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他说11月27号，也就是今年的感恩节这一天，看起来呢是要求乌克兰签署协议的适当期限。但是大家细看了这个协议的内容对乌克兰真的是极度的不利，包括美国承认克里米亚，还有以及合称顿巴斯地区的像卢甘斯克、顿内茨克把它认为是俄罗斯的实际控制领土。另外，乌克兰的军队规模将被限制在60万人以内，而且必须要修改宪法，承诺不得加入北约，北约也不得在乌克兰驻军。对于俄罗斯的制裁呢，则是会分阶段取消。怎么看，就是左边看、右边看、上面看、下面看，都觉得是对俄罗斯有利，而对乌克兰极度不利所以这28点和平协议也像是大家就戏称是川普是不是彻底的出卖了乌克兰？大师觉得？基本上是联手跟俄罗斯一起联手连卖了，把乌克兰彻底出卖。不但这个现在乌克兰领土，它基本上都要接受，就是已经是在俄罗斯的控制之下。不管你今天是就是说，是冻结也好这个还是说就是说承认，不是承认啦，就是说有这个现实。不过就是说乌克兰的俄罗斯在这些现在占有的领土上，乌克兰领土上，它的地位都不会受到挑战。对，而且乌克兰最初打这场战争，造成这场战争的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他们排斥。这个歧视或者说虐待在乌克兰境内的恶意人士的这些作为都要取消。然后呢，还有就是呢，想要加入北约也别想了。所以，然后呢，对俄罗斯来讲，这两个都是他打仗的目的当然就是说都得到了，还外加一项就是说，战争开始3年9个月前开始的时候，这个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各种经济制裁，包括扣的款。对，基本上都要逐步取消，钱也大部分要归还，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个我都觉得这个提出来由川普提出来有点奇怪，应该怎么看都像是拜占条约的感觉。对应该是普丁提出来的，怎么会是川普？普丁有发声，普丁说呢，这只是谈判的起点这个已经比普丁能够提出来还更好了。那最好笑居然是川普提出来。那川普是哪一国人我都觉得他是不是俄国人所以你就要问我说他有什么把柄在普丁上，我怀疑他是伪装的俄国人。而且这次是美俄双方的这个相互协调之下出来这28点我在想问说，乌克兰的角色在哪里呢？乌克兰就是被瓜分的一块饼。然后呢，最好笑的是，这个整个在协议在谈的时候，欧洲所谓的现在这个首当其冲的欧洲。几乎没有角色。对，所以大使，您觉得接下来这个乌克兰能不能同意，恐怕不是他们能决定的。可是呢，欧洲几个主要国家，比如说德国啦、法国啦、英国啦，他们的态度呢？这些说穿眼都是我们台语叫这个嫩卡耶啦，软脚虾。都是欧洲，都是嫩卡耶。然后呢，乌克兰呢，现在泽伦斯基自身难保我今天就想说，为什么这个28条提出来前，突然泽伦斯基的贪腐案被提出来？这个贪腐又不是今天才贪腐了，战前就贪腐，战中也贪腐，对不对？现在人赃俱获，然后人也跑了，哇，涉嫌1亿美金对，那你泽伦斯基还有什么好说的？对，而且已经给他一个下台阶的，这个签了以后3个月就让你下台，你就可以走了嘛，对不对？你3个月你就要重新改选总统，所以这些条件对那个乌克兰讲是很苛刻啦。
我觉得对泽伦斯基是给他一个下台的机会，对他很宽厚了，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可是那个案子已经拿出来了，随时吊在泽伦斯基上那把剑啊，达摩克里斯之剑，也就是他的贪腐案，随时可以治他。对，那现在就看你泽伦斯基啦。那欧洲目前为止都没反应，能卡 A 加 S 通通没反应。而且刚刚像大使讲说，泽伦斯基在这个28点协议提出之前呢，就是深陷到这个贪腐相关的一些案件跟争议，当然也使得呢，他会来自就欧洲刚刚特别提到的几个主要国家的这种强大压力。那针对这28点和平协议啊，像是法国的，还有德国，还有呢英国啊，这3个国家呢，也跟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在通话之后啊，他们也先发表了一份共同的声明。指出说他们是欢迎美方为终结战争所做的努力，但是也重申说，这个任何牵涉到欧洲国家、欧盟、北约的协议都必须经过欧洲伙伴的同意，或者是在盟友之间达成共识。另外，欧盟执委会主委范德莱恩也强调，任何替乌克兰做出的决定都不能少了乌克兰的参与。可是刚刚我们看到，就没有乌克兰的角色啊，对不对？好，波罗的海3国的外长呢，日前才联名投书啊，到《金融时报》，他们提出警告，他们说大家要小心啊，因为俄罗斯绝对不会满足于暂时占领他国的领土。各界如果寄望于用土地来换取脆弱的停战，就是在重蹈历史的覆辙。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从历史上面来看，本来就没有永远的和平这件事情啊，没错。所以聂老师怎么看这项协议真的能够，就算答应了，也不太能够保证是永久的和平啊？没错，东西没有永久的。你可以这个问了一个问题叫长久和平可以。我们都知道欧洲以前有多少的战士，光这个英国这个本岛英格兰 Scotland 打了多少战争，玫瑰战等等。北爱尔兰、南北也打了多少战争？光这个小地方打多少战争？这整个欧洲是到处打。可是现在的欧洲不太一样，它不是一个国家，它国不国、州不州的，很奇怪哈。它是欧盟，可是欧盟又不是全部的欧洲国家。我们先这样讲哈，就是，但我们要肯定一个东西，就是欧洲这个大陆啊，以前是一个战争大陆，真的到处打仗。可是现在是一个和平大陆，所以欧盟得过诺贝尔奖和平奖，在2012年，大家知道是欧盟这个区得和平奖，所以他们期待和平，因为他们现在是一个和平共处，甚至有所谓的申根签证，而开始走上了欧元区。当然，欧元区现在只有19个国家，当然大家都知道嘛，1999年开始只有11个国家，后来希腊变成12个国家，所以它那个星旗上是有12个黄色的星星，可一下加到19个国家。但重点是哈，那个欧盟国家到有几个？28点和平协议，那刚好28国，可是现在是27，因为英国它情何以堪？那我最大为什么都德国带领，所以它退出了。好，不管怎么说，27以前的28个欧盟国在一起的组织的力量够大，但也不够大。对，他们的分合到现在，这个欧洲以前算是老虎，现在是欧洲猫，所以说他敢讲多少话，所以刚刚说好像也不太有反应，但还是有一点反应，就是后来讲的这几句话嘛，就是说你不要自己你来决定我们的事，来我们欧洲应该要经过我们欧洲伙伴的同意。第二个呢，我们不能少了乌克兰，可是你要知道乌克兰角色又很奇怪，虽然土地很大，经济也不差，军事力也还可以，重点是乌克兰不是欧盟国。那您刚刚讲到后面那个说，他的俄国会不会雄心更大，会再去找那个波罗的海东边的3个小国？这将会有它的历史意义的。它是在2024年10个国家同时加入欧盟的时候的3个重要国家。这3个国家其实它的实力它虽然不大，他们的经济体不错，他们的经济所得不错，还有他们是所有的组织几乎都加入了，不管是IMF 啊、国际货币基金、对 UN， 甚至申根签证，甚至欧元区都是。但重点是还不至于俄国会去马上攻他。我必须讲，这一次呢，和平协议有一个吊诡的地方，就是其实啊，我觉得所有人人没有好人坏人，国家也不是好人坏人，就是我们看到媒体报道说俄国坏就一路坏下去，哪有？二战的时候其实俄国打赢了欧洲，不是美国所以你说俄国又这么坏吗？不是，因为俄国在师出要打有名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名称，就2件事：武器东扩，还有加入北约。如果大家回忆一下就知道，2021年是不是很多这种事情？到2022年初为什么会打上这一仗？就是因为你武器一直要东扩，一直要加入北约嘛，所以俄国才惹毛了。拜登就知道了情资消息说他要打乌克兰了嘛。他现在有什么理由打这个波罗的海3小国？还不至于。我就想就是不明白，就是说波罗的海3国他们提出这个警告，表示说他们有很强烈的威胁感啊。可是要问的就是，俄
俄罗斯干嘛要打这个波罗的海三国？所以我觉得他师出无名，这有点像日本对台湾一样。当然，日本就像说台湾有事，他们就有事，就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是心中有敌意，俄罗斯的，因为他们以前有历史情仇，是有敌意的，所以他们会发出这种声音，你知道吗？即便是乌克兰也有2种声音啊，像泽伦斯基这种比较偏西的，还有你要知道顿巴斯克这边的很多人其实是支持这个俄国的啊，所以每一个地方就像台湾有支持统一、有支持独立一样的道理。我们看一个东西不能全看全局啊，不能看到一半以上就觉得代表全部。我必须说是他们有一些领导者，现在有一些跟过去跟俄罗斯的一些暗情仇所造成这种，就把这种所谓文宣呢就无限上纲了。我先讲一下，最重要是28点协议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吊诡，也就是俄罗斯这次绝对是打赢了，而且不但是打赢了，而是大赢。为什么呢？他原来要的东西全拿到，还加上了割地。你看克里米亚，包括顿巴斯那边的这个卢甘斯克、顿巴斯克全部要拿回来了。这不得了，这是川普答应的哈。第二个呢，北约就说你就不能加入北约，这已经完全属实，而且呢还现军呢，还加码要现军60万以下。对，还有一个很重要，你其他欧洲国家也不得在乌克兰驻军，我讲武器也没办法动过。你就不觉得他已经拿到了所有，还更加码了？还有一个，俄罗斯一路被美国或者号称他的民主联盟去限制他的所有经济制裁，请问这件事它里面有28有没有一个叫做经济的制裁？那么逐渐取消，你不觉得俄罗斯大赢吗？那当然，这个刚刚大师讲的，是不是川普跟他通俄门啊？是不是这个俄国共同来定这个？而且这次特使是哪里特使？俄罗斯特使，对，白宫特使，没有一个乌克兰的角色，就俄罗斯说了算。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在国际氛围这蛮吊诡的，也就是乌克兰这次真输，俄罗斯这次算是打赢了仗。当然还有川普他自己的心怀鬼胎啦，我觉得他自己有他的利益考量。那这个我们还要再往后观察。所以说这个现在外界看这个28点和平协议啊，觉得说这个提出来的怎么比普丁当初所提出来的条件还要好？到底川普在想什么啊？那这个在战场上面呢，我们先来看战场的这个态势才是最正式的、最现实的啊。俄军一方面在红军城还有乌军跟乌军的展开这个激烈巷战，那一方面呢也宣称他们攻下了重要的堡垒啊，一个战略的重要据点就是库皮扬斯克。而在这个时候呢，也听到了法国总统马克宏，他虽然呢跟这个泽连斯基啊签署了合作意向书，也表示说呢，法国在10年内要提供乌克兰100架的标风战机，但是《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说，不管是乌克兰还是法国啊，目前都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这100架战机的订单。还有，你钱虽然给了，但是也要看东西做不做得出来。标风战机的制造商达梭航太现在他们自己都还有233架的订单是积压下来的，好，就是说出不了货，那挪不出产能来制造这多出来的100架援助乌克兰的战机。所以我们要说的是，提供乌克兰武器真是缓不济急啊！现在再不谈的话，恐怕就没有筹码了。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川普他自己很急了，所以他必须要抛出这28点的和平协议的一个最主要的考量呢？那当然，这个28点呢，他为什么川普会提出？那当然有2个比较注意要去考虑到的。第一个是战况的疲惫啊，战况疲惫，因为要想从2022年2月24号打到现在哦，你看打了2年多了，那当然每个都很累，而且美国更是很辛苦，而且川普呢每次说要停战，一直都没有停战啊，所以造成这战况是非常疲惫，他也疲惫，加上呢资源的撤走也是很大的因素啊，所以他特别要求在28点里面特别要求到我们注意到有一个是限制他的军队的一个规模，乌克兰，然后第2个是放弃加入这个北约。第3个是承认这个部分领土的现状等等哦，那这些那其实当然你刚刚提到说那个皮克扬斯克它的一个巷战啊，还有城市攻防战等等，其实已经我看他非常之辛苦，那给乌克兰现在其实非常战况是对非常之不利哦，那因此呢，我觉得这个是我想是一个压倒骆驼追根稻草，因为是一个出发点，所以川普才提出这一部分哦。那此外呢，你刚刚提到说这个法国的他要援助100架的标风战机哦，那我看在这个欧洲的资源上呢，其实打了这么久，其实欧洲说要资源要提供，但是呢，只闻这个楼梯响，没有看到人下来。对，尤其你看这个叫100架的标风战机，你看到它要多少的这个要资金，好，还有生产链，那当然还有这个。还有等等这些很多因素哦，对，包括整个这么多的钱谁去出，谁要拿，谁不拿，就算有钱，对，产能也是一个问题啊，一个问题。所以呢，欧洲只是在做一个口头的援助的意愿哦，但是呢，如果说的要去军购不管是它的供应源，还有财源，还有产能的支撑呢，其实都
遭到明显的一个瓶颈哦。那因此我觉得呢，并不是这个欧洲无力来支援呢，而是资源的这个质跟量，还有交付的时效已经。其实你要做，现在这部战机你要做好，你看要做多长时间？对哦，所以这个时间空间哦，都对这个乌克兰非常不利了，而且加上这个川普，我看到他是上次从10月份来到欧洲一趟之后，你看这个东亚之后，你看东亚有点变天了哈。那我想到下次去欧洲，是不是也如同去了日本一样？那去了。乌克兰是不是也跟乌克兰状况又跟日本一样，就会产生更大的一个地缘政治一个变动啊？这是我们有待观察的。对，就谈判来讲的话，其实现在乌克兰是越谈越没有筹码了，所以呢，是不是能够在下个礼拜，也就是11月27号，今年的感恩节之前就同意这28点的和平协议的一些要点恐怕也不是那么的乐观。但是不管怎么的，我们就看到说，乌克兰未来势必会成为这俄罗斯跟北约之间。当初我们也曾经讨论过的，变成了一个缓冲区。这次看到这个白宫高层关系人士在这个简报就是特别提到了北约峰会，那么他们就表示说呢，北约成员国的领导人要公开对于乌克兰的新一波的像军事财政援助方案当然这也是为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这件事情来铺路。但是真的有这么简单吗？而且说实在的最担心拜登没有办法连任的，恐怕是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而在现在俄乌战事的最新发展又是如何呢？我们来看到，就是乌克兰的东部军事司令部的发言人叫沃格辛，他就表示说，乌军呢已经从查苏夫亚这个区域撤出。先带您来看查苏夫亚，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小城，但现在这是它的景象。已经被俄军的炮弹呢几乎是夷为平地了，你可以看到就是一片废墟那所以呢，乌军就表示说，如果查夫苏亚这座重要的战略重镇全部被攻陷的话，对于乌克兰来讲会造成重大伤害，因为这会加速俄军向乌东顿内茨克的平民聚集区推进。这个时候呢，就看到美国。不但不帮忙，还浇了一盆冷水，到底是怎么回事美国国务院是要求乌克兰要先采取额外步骤，要处理的是贪腐问题，才能够谈乌克兰能不能申请加入北约。顿内茨克一旦被俄军攻占的话，因为现在这个重镇，这个战略重镇，我们讲说查苏夫亚这个重镇，朱老师，如果一旦失守，然后顿内茨克一旦被全面攻占，接下来对战事的发展跟影响会是什么呢？现在第一个就是查夫苏亚这个地方，它其实还没有完全陷落查苏夫亚那就这个其实它现在只是在它外围的一个叫做洛维区这个地方，俄军拿下来了。那距离它整个要拿下这个整个城市，当然还有一段路那而且它也不见得会那么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俄军的做法是把那个建筑物整个轰平了。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俄军一旦进来之后，他也很难守因为他自己也没有一个这个建筑或者可以有这个屏蔽物可以去躲避这个乌克兰的炮火。所以说，当然整体来说俄军具有这个已经从劣势转为优势，已经有将近1年的时间，但是看起来他在乌东的这个进展还是有限的。不过我认为，当然对于乌克兰来说，它的整体结构是对它不利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乌克兰它的人口本来就比较少，然后呢，它的军力主要靠它的军火主要靠西方的援助。那西方援助它本来又是遏制的这个系统，那还要训练还要操演所以相对来说，它这场仗真的打得很不容易。因此，我们回来看，就是说未来这个城市如果被拿下来，的确对乌克兰来说心理作用是非常大的因为就好像巴赫姆特嘛。打了很久拿下来，对乌克兰来说心理冲击很大。但是不是就表示说这个顿内茨克这个俄军就会摧枯拉朽？我倒觉得不一定，因为现在乌克兰主要通过的还是什么？通过这个无人机这些其他的这些就是无人设备来进行反击。而这种情况，你没有那个掩蔽物的情况下，你俄罗斯也很难守住这个地方。我最近看到一个数字蛮惊人的就是看到60万人战死就在乌军这个部分那确实死伤的人数是非常的
可观哦。那可是刚刚提到了美国国务院在这个时候，你说他浇了一盆冷水，这是我继续要请教安雅老师的。他说乌克兰要先解决的是你内部的贪腐问题。那确实呢，其实不只是乌克兰，俄罗斯也有啊，因为打仗，所以呢中间总会有一些军方官层啊这个高层的贪腐。那他说要先解决贪腐问题，才能够谈申请加入北约这个事情。可是对照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马上华府这边呢，拜登就要办这个北约峰会，而且要跟泽伦斯基举行双边的会谈。美国这个动作，您会怎么解读？陈文您刚才所说的哈，这个乌克兰基本上是个悲惨世界哈。开战前的时候有1000万人离开，因为经济的问题；开战以后又有1000万人离开，因为战争的问题。它经济倒退了30年哈，就回到这个苏联解体的时候，等于说一代人的成果不见了哈。那陈文您刚才所说，乌克兰贪腐是常态，它就跟俄罗斯一样，所以乌克兰加入 NATO， 它本身是个假议题，因为 Russia 开战就是不让乌克兰进入 NATO，乌克兰进入 NATO 就是第3次世界大战。那 Russia 跟 Ukraine 最终的就是一个和平协议，但是和平协议的内容就是维持现状。就是 Ukraine 必须承认 Russia 拥有 Crimea、乌东等势力范围，换取 Russia 让 Ukraine 进入欧盟，但不进入 NATO。那美国、波兰等，就像刚才卓老师讲到，他们就会享受这个乌克兰战后重建的一个大商机。那所以说，这个乌克兰剩下这3800万人，最终他要决定说，你要重见天日，还是你要做 NATO 的炮灰，就这样。所以这样听下来的话，美国方面讲说，你先解决贪腐，我们再来处理你加入北约，这有点像是在拖哦，就是我先搁置，我先不处理，或者是我用一些方式，你也这样觉得吗？事实上，就回到刚才讲的哈，就是说 ，Russia 一直反对的就是北约东扩。那也刚才那个江老师也提到，就是说，后来我们看到芬兰。跟看到这个瑞典，他们加入了 NATO。那芬兰加入 NATO 上非常有趣哈。芬兰常常大家讲说，他是俄罗斯留在北欧的俄罗斯人。他的做法是他在他的 coast 全部埋下地雷，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你要invade我的话，你的代价是这样。所以所有的 war 是个 calculation，cost 跟 benefit。那芬兰事实上这也是全世界发展最前面的，北欧是全世界人类文明发展最好的地方，它的处理方式是这样。那比较有趣的是 Sweden 都是一个 neutrality state，它为什么加入 NATO？ 那 Sweden 是非常有趣的。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Sweden 是提供所有的武器给 Nazi， 可是2次世界大战以后 ，Sweden 并没有遭到任何的批判，所以他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也过得很好，他不像法国区，他是被德国占领，是他过得很好，可是战后他也过得很好。那当然，2次世界大战结果也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2次世界大战2次世界大战的赢的国家是英国，可是它事实上是丧失最多的事情。对，它全世界的 colonies 它也没有了，英镑的地位也丢给美元了。反过来讲，日本跟德国发动了大战，战败了以后，可是现在看也，它经济是比那个时候来得好。所以战争这种东西是很诡谲的。而就像江老师刚才讲的，就 Sweden 它现在加入 NATO， 它就可以提供武器给 NATO， 所以每个人都有一盘账。所以这个就要看大家在什么角度想这个事情。而眼下的事实却是我们看到了，乌克兰为了要申请加入北约，付上了非常惨痛的代价。到现在为止呢，北约还是一样没有办法加入进去哈。那当然，这个我们说北约峰会呢，除了乌克兰议题之外哈，那么白宫官员也预告说呢，拜登在7月11号的下午要在这个北约峰会上面要举行记者会。那特别对中国大陆要传递强烈讯息啊，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讯息呢？对照同一时间，美军宣布了，为了抑制中国大陆的霸权主义扩张，会在冲绳的嘉手纳基地部署36架最新升级，而且这个飞机的战力不输给5代机的 F-15EX 啊。那另外呢，也首次在日本青森的三泽基地部署 F-35的逆踪战机，因为原本呢是部署36架 F-16啊，现在就换成全面升级，变成是 F-35战机要进驻。好，两个问题请教江老师啊。第一个，刚刚提到说拜登要对中国大陆传递的是强烈讯息，请问是什么强烈讯息？第二个，在日本包括冲绳还有三泽基地的这些战机的升级啊，空中战力的升级，一方面对日本在放出讯息，是不是也同时在对日本放讯息哈？另外，对于这个菲律宾是不是也同样的？因为菲律宾曾经也发生，就是这几天我们看到了，他已经决定要撤出提风系统的中程导弹。
我们把这个东西分成2个部分来看啊。那为什么最近美国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其实我觉得可以源自于说，也是上个月刚有提到，就是中国现在把一些所谓的海上问题，把它所谓的内政化。那为什么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像在上个月在菲律宾的仁爱礁，那这个时候就中国就派海警船去把菲律宾的渔船给围了。当时其实是因为中国跟菲律宾有一个应该说算是一个约定俗成的默契在吧，就是说不可以把建筑材料运到海外的礁岛上面去盖嘛。然后中国是觉得说菲律宾背弃了这个违反这个约定，背弃了这个约定之后，他们就派中国的海警船去围。但是换句话说，其实一般来说，在我们的认知里面，海警应该是类似我们的海巡署这样的船。可是中国的海警很奇特，是他们有大概1000多艘的船，但是100多艘是军舰。这100多艘里面又有20-30艘是我们的那种类似飞弹舰。那其实基本上它的规格，它明明是海警，但它的规格其实是按照海军来的。这我觉得这会变成说，假设如果今天中国是派军舰去围菲律宾的话，那也许就是美菲的安保协议就启动了。那您怎么看？就刚刚特别提到说，在拜登说他在北约峰会开记者会要强烈释出一个对中国大陆传递的强烈讯息之前，就在日本这边把他的空中战力升级变成 F-35这个。对，换句话说，如果今天他们的海警船来围台湾，来围尖阁诸岛，来围钓鱼台怎么办？所以他要用他的优势，空中的我觉得是有点类似贺主吧。我放在这里，那我前几天才跟日本那边的人开玩笑说，不然你们把海上自卫队，不要用海上自卫队，用海上安保厅嘛。他们有海上安保厅，那里面就放 S-35，上面喷警用，这样应该也是个还不错的方法吧。就有点类似我们以前的那种高级车后面喷农用一样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现在你把那个边界给模糊化了，明明是军队的范畴，他却说他是警察。那如果日本自卫队也跟你一样玩说我现在是海上安保厅，但是我上面不放直升机，我就放 F-35，你能怎么办？所以以后未来冲突会变得随时就可能会引发那种算是蛮强烈后果的冲突，我是这样子觉得。OK， 好，这个当然还是希望这个冲突的这个状态不要升级哈，因为这个对参与在其中的每一方都不是一件好事。最近在俄乌的前线啊，不是用僵持这2个字可以形容哈，而是前线不但崩溃，后方也出现了腐败，政局动摇。最新的就是俄罗斯呢，他们一次出动430架的无人机，大规模的夜袭基辅，甚至有无人机直接冲入这个公寓大楼啊，造成了至少6人死亡。但是呢，在前线的部分呢，红军城的战线现在被大家所关注，就是会不会被攻陷？因为呢，之前我们也讨论到说有被渗透，那现在俄罗斯的军队呢，从北从南两面推进，用口袋战术，乌军在城内完全被封锁。基辅市长也亲口承认说，目前危急状态到必须把征兵的年龄下修到22岁。代表连大学生都必须要上战场了。好，那现在在乌军缺兵溃败的同时啊，俄罗斯现在还有一支秘密猎杀部队，叫做 Rubicon 啊，这个他们是认为说是个王牌啊，因为他们专门追杀乌克兰的无人机操作员，所以他们任务很明确，就是锁定无人机的操作员，而不是无人机的这个设备。因为操作员被击杀的话，无人机就战力归零。所以呢，乌军现在最依赖的侦察跟精准火力啊，就直接被干掉了。那现在呢，俄军的攻击模式转而像在雾天突袭，还有无人机饱和跟压制火炮3合1的战术。乌克兰的第68旅也坦诚说，根本没有办法用侦察影像确认战场的情况，而俄方的无人机跟飞弹啊，也开始针对基辅的关键设施展开一连串的攻击。所以有一个关键点，大家一直在讨论的就是红军城啊，现在会不会失守啊？是不是进入倒数计时？那也让人关注的是，万一红军城一旦失守的话，会不会就是兵败如山倒，变成了一个骨牌效应？庄老师怎么看？如果综合国际媒体的报道来看，哈，的确，
红军城已经进入最后的倒数计时了。那台湾媒体有几家跟执政党路线比较接近，偶尔还会放送一些对乌军有利的正面消息之外，其他都是一面倒哈。不过我们特别介绍一下红军城哈，台湾媒体有人会把它介绍成波克这个罗夫斯克，那是乌克兰的翻译。对，那因为这个地方是当年是二战的时候哈。苏联红军对抗纳粹德国的一个战场，所以二战结束之后把它命名为红军村。1962年又改名叫红军城。那后来这个地方又划归乌克兰，但因为为了类似台湾转型正义嘛，要清除共党当年的威权啊，所以要把它改成叫波克罗夫斯克，一个当地的一个崇拜圣母的一个教堂的名字哈。但因为台湾的媒体用两个名字都用，造成一些混淆。那么这个地方呢，我查过了，只有30平方公里，人口6万，但却是呢一个顿巴斯的一个重要门户哈，那它在这个当地是一个交通节点，也是一个后勤的枢纽。特别是泽连斯基呢，曾经多次前往这个地方来宣慰乌军，还在这边打卡拍照，所以象征意义很大。那刚刚主任也提到所谓的无人机猎杀部队我们如果看新闻片段可以看到，那些过去的无人机猎杀是无人机猎杀无人机，用自爆或是射击的方式把无人机搞垮。那现在只是猎杀操作员，因为再怎么猎还是要有人操作。你可以看到俄罗斯的这个猎杀无人机的那些无人机哈，它本身有非常长的天线，可以侦测到电子讯号，然后对操作员展开攻击，所以战果非常显著，让这个乌克兰增援一波一波又被打退。当然特别提到，如果这个地方沦陷哈，会不会造成骨牌效应？坦白讲，因为乌克兰有足够的战略纵深，而且在红军城周遭也有层层的阵地防守，是不可能长驱直入，这个一马平川，马上攻下乌克兰大片土地。但是有政治的意义。第一点，因为俄罗斯毕竟被制裁了几千项嘛，那如果说能够拿下红军城，这个意义就代表我还是一尾活龙，我还有足够的实力，对于国内的宣传很有帮助。对乌克兰来讲会很大的压力，因为这是一个重镇已经丢失了，对民心士气会很大的打击。对于美国跟欧洲列强来讲，会是一记当头棒喝，因为他们全力支援的红军城，最后还是沦为俄罗斯的这个囊中物，所以政治意义会大于军事的意义。对，外界现在普遍的看法就是只是时间问题啊，就是说但是在战场我们看到是有猛烈的炮火，可是在乌克兰你说后方呢却是有不断的失火啊，怎么说？因为呢像是刚刚提到说，像基辅市长说呢，现在征兵的年龄必须往下修啊，连22岁可能都必须达到征兵的标准。那前线呢经不起长期的消耗，现在就是没有兵了，那怎么办呢？只能把这个征兵的年龄往下一直调整。另外就是说，为什么是说后方失火？是因为最近传出了贪腐事件，这个泽连斯基呢最信任的2位官员啊，司法部长跟能源部长。在这个时候传出重大的贪污案，涉案的金额高达了30亿台币啊，折合台币是30亿这么多，而且2个人现在据传是这个报道说呢是潜逃到海外去，原本呢这个打这场战争已经非常艰难了，但现在呢又传出这个重大弊案，所以这2天也看到欧洲有很多国家领导人也纷纷希望泽连斯基能够向外界说明。第一个后续的处置，第二个呢，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但也有一说是怎么会这么巧啊？在这个时候呢，是不是背后有一种力量是要来推倒这个泽连斯基啊？这个部分我想先请教大使的看法。对这个时间上哈，是我一看了我也觉得很怀疑，因为这个案子已经调查1年半了，那这个案子的调查机构它是这个反贪腐的机构，它是一个独立机构。而且有2个独立机构，它不是泽伦斯基政府所能管辖的，所以是独立调查。那这个案子查了1年半，突然在这个时候那么破案，然后金额非常的大，而且我觉得泽伦斯基这个直指泽伦斯基，为什么？首要嫌犯是泽伦斯基的亲信，而且是他从政以前的生意伙伴。那个泽伦斯基他在这个没有当总统从政前，他是影艺界人士嘛，所以他这个首要嫌犯是他以前跟他成立这个影视公司的负责人，对，是他的生意上最密切的。那矛头就很清楚了。对，所以基本上就变成现在这个泽伦斯基应该是深陷一次政治的这个一次这个所谓的一个大地震的前夕啦。那为什么这个时机？那就不晓得，因为你要知道，
就川普总统来讲的话，泽伦斯基是很不合作的一个总统。一定要坚持要打，一定要坚持啊！打到现在，红军城也快垮了，对不对？那斯拉夫扬斯克现在也岌岌可危。那么刚刚我看那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他说他们在扎波罗热又攻下一个村庄。所以就变成就是说，现在军事岌岌可危。你如果这个连续的话，现在固有的防线都被攻破的话，那这个战争的话，那就可能就变成不是西方国家所愿意看到了。对，那就变成你这样输战就输了啊。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突然的这个弊案被这个揭发，那么我认为不是那么简单。对，那现在就变成是不是？那么泽伦斯基要引咎辞职，或者说呢，他被迫辞职，那我觉得都有可能发生。那当然，他如果辞职下来，新的领导人的话，那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西方国家比较愿意见到的领导人。因为现在如果再让泽伦斯这种主战派的人永远打下去的话，那又打不赢，又节节败退的话，那么哈尔科夫也被拿下来，然后这个第聂伯河西岸的部分也被占下来的话，那这个我觉得西方尤其欧洲国家的话会震动。那如果谈和的话，现在看起来的话，那普丁当时要讲的就是说他要整个顿内刺客。那看起来条件还比这个俄军再继续往西打是比较好的。所以照大使所说，不管是弹劾也好，辞职也好，泽伦斯基有可能下来吗？我从早就说，泽伦斯基有2个选择，一个是继续打，尤其是欧洲国家在背后还支持他，所以这部分我跟大使有点不同意见嘛。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主要西欧国家，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还是愿意继续支持，所以他们需要泽伦斯基在这个位置上面，所以希望他继续了。对。那美国川普态度是非常明确，他觉得Zelensky 该接受将来部分国土是由俄军继续占领。这是川普的和平方案、停火的方案就是这样的。但是目前 Zelensky 不接受，所以 Zelensky 有2个选择：继续打或者下台，因为不会办选举。只要他们继续在这个戒严的状态当中，不会办选举。所以 Zelensky 有一个选择。主动下台，让下一个总统决定接受川普的条件。但是如果继续打的话，对于整个战局是没有办法扭转的，因为现在整个我们讲说已经很久没有对啊，是不可能整个逆转了嘛，绝对不可能了嘛。所以那你说他现在要处理说包括贪腐的，我刚刚讲说是不是背后有一种力量？其实在这时候是创造一个他正好可以下来的一个时机。背后的力量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内部有人认为我们该弹劾，就是乌克兰内部，就是由内发动的。对，那另外一种可能是美国了，因为我真的认为西欧国家还是很支持 Zelensky 继续打，对，所以两种可能是内部或美国。美国的几率比较高吗？我没有下到消息，我怎么知道？OK， 好，所以那你觉得接下来随着就是我们刚刚讲说军事据点，像是红军城，只是时间问题，它迟早是守不住的。那接下来就看泽伦斯基怎么做啊。但是问题是，泽伦斯基在这个时候下来，跟他再缓一点时间再宣布辞职，这中间有差别吗？其实是没有差别，是啊，没有差别。但是至少俄罗斯会继续打，然后会是攻打基辅，会继续在乌克兰东部多拿一点领土。其实，在今年2025年快结束了，今年俄罗斯有拿到的乌克兰领土有扩大，但是其实是一点点，没有很多，但是还是有在战场上。俄罗斯还是有这个优势，所以如果继续打的话，俄罗斯的确会多拿一点乌克兰领土。那也就是说，乌克兰能够谈的筹码就越来越少了嘛？就虽然说不是，但是问题是欧洲国家还继续支持了。